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71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一双实战鞋的实战性能究竟如何啊？随着时间的沉淀，答案总会出来。AJ36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骂声一片，鞋面耐久性差，鞋面支撑性差，球鞋稳定性差，这些都是当时网上对于 AJ36的评价。而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的沉淀，这种骂声是越来越少了。反正我自己看来，36代绝对没有为了减重而放弃掉其他方面的性能。AJ36在我这里啊，就是一双实战性能非常优秀的实战好鞋。后来我也专门找人帮我进行了耐久度的测试，经过了长达2个月的室内实战之后，它在鞋面的耐久性以及中底气垫的耐久性方面啊，表现都没有问题。不过对于喜欢变向的朋友来说啊，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确实会有一点不太够用，在变向的过程中会有一点不太放心的感觉。而在36 Low 出来之后，有很多朋友都希望我可以出一期这一个鞋款的测评。本来我是没有太多想法的，奈何这个低帮版本的郭艾伦配色确实是好看。既然我都下单了，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再去推脱，不给大家出这一双鞋的测评。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它跟高帮相比会有哪一些进步，或者是哪一些下降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个人认为，低帮版本比高帮版本在鞋型方面啊，看上去更加的修长。像我这种脚比较小的人啊，穿这一双鞋会看上去更加的协调一点，并且这一个郭艾伦的 PE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我直接就是狠狠的爱住。依旧是这一种有点类似于中国玉的颜色，鞋面中间部位有点类似于镜面的 PU 材质，让这一双鞋的整体质感直接上升了一个档次。我找不到什么别的词啊，只能说真好看。不过这种有点镜面的材质很容易起皱，也很容易刮花，穿着次数多了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点惨不忍睹。这一点大家购买之前还是要先做好心理准备。那在实战方面，其实它跟36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底以及中底没有任何的变化。这2点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抓地力出色，耐磨中规中矩，尽量还是在室内进行穿着。中底全掌的 Zoom Strap 再加上前掌另一块扇形的 Zoom， 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的高。如果体重比较大，对于缓震要求比较高，那它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不过像我这样对于缓震要求并不是特别高的人来说，它完全是够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除了在一些比较极限的状态下会出现震脚的情况，其他基本上不会感觉到它缓震的不足。而在反应性方面，它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前掌的双层气垫气压非常高，在突破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给你明显的助推感，对于依靠爆发力突破的球员来说，绝对是非常爽的。OK，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它鞋面变化之后带来的实战性能方面的变化。第一点，鞋楦的变化，鞋楦可能也并没有进行调整，大概率应该是这一双鞋的鞋面材质变化，让这一双鞋的适配性变广了那么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我在穿着高帮版本的时候，鞋面会有一点点的夹脚，但是穿低帮版本的时候就一点都感觉不到了。鞋面与脚可以说是完美的贴合住的，更加的舒适了。如果你的脚型是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微偏窄一点点的，那这一双鞋的鞋楦都会非常适合你的脚型，非常的贴合。那如果你的脚是比较偏宽的，建议还是不要尝试了，或者去进行试穿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进行购买。第2点，鞋面的支撑。高帮版本的 AJ36 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它鞋面的强度，但是我一直觉得它的鞋面支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起码是够用的。而低帮版本的鞋面在 AJ36 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圈 PU 材质，为鞋面进一步补强，让它在鞋面支撑方面有着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如果你觉得之前的高帮版本在鞋面强度方面没有办法满足你，那这一双低帮版本绝对可以让你满意。
它的鞋面强度会比高帮更高一些，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之前我穿36代在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脚下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啊。不过这一次的36 low 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非常的安心。第3点，鞋脚一体性，将高帮鞋款改为低帮鞋款，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双鞋会不会出现不跟脚的现象。在第一次穿着的时候，这一双鞋确实会有一点点不跟脚的情况，但是在穿着大概30分钟之后，将鞋带再一次系紧，它的鞋脚一体性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跟脚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稳定性方面跟36代也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的个人建议还是对于脚踝力量比较有自信的朋友再去选择这一个鞋款，我觉得它在稳定性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前掌的气垫是有明显凸起的，但是并不会影响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如果你觉得36代在保护性方面或者是稳定性方面你觉得它是不 OK 的，那这一双鞋你也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9.2分，依旧是一双实战性能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很多朋友一定会想问，它跟高帮之间应该去如何进行选择？那如果你喜欢变向，你的变向比较多，那36 low 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你变向不多，那36和36 low 对于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你更加喜欢哪一个鞋款的造型，或者说你想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那选择相应的鞋型以及相应的配色就 OK 了。并且现在大夏天的 AJ36 的透气性绝对算得上是天花板级别的，实战的过程中甚至能够感觉到微风吹进鞋内的感觉，根本就不会出现捂脚的现象，这也是36代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点。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